美国常常会用他的霸权要求他的对手说，你就给我完全的投降。可是，知道伊朗也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三脚猫的很差的国家，只是碰到你这么强权，他当然会担心，因此他会谈另外一个方案。美国要的3样东西，第一样叫做终止核子计划。这个终止这不一样 ，terminate 是完全停哦，这就是投降概念。所以呢，伊朗会抛出一个说我们暂停核计划，而且他还丢出一个我把农村送到俄国，那他有个小小保护伞，他希望怎么样呢？让这个伊朗呢不会再给这个美国未来造成他中东的一些阻碍了。当然，限制飞弹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个最少。你不会每次我要打你，我比你大，比你厉害，你还有时候还威胁我一下，这个川普也不爽了。美国川普现在特别提出来，针对伊朗2月6号要进行的核谈判。3个条件当中，刚刚岳老师帮我们特别提到，除了要废核之外，还要限制它的弹道飞弹的发展，最后就是支持这个中东，停止支持中东的代理人。川普说了，如果在2月6号这一次谈不拢的话，就会有坏事情发生。那伊朗这个时候也祭出他的一些善意啦，伊朗是说他会暂停核计划，并且把浓缩铀送往俄罗斯去。接下来我们请聂老师来带我们看一下俄罗斯的角色。另外就是2月6号的核谈判到底有没有机会谈成 ？OK， 我觉得不管是人与人、团队与团队或者国与国之间，在进行谈判的时候，说实在有3个步骤，我是这样认为哈，就是这2个方呢，一定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方可能比较强，他是用攻击性的角度，可另外一方可能防御，但他也够强的话，他也可能会攻击，但最后呢，一个方式就是你防御也防御不了，就是投降嘛。我现在觉得美伊这边的谈判呢，是陷入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讲说，以这个喊出声量来讲呢，伊朗其实在军事上、霸权上绝对赢不了美国，美国基本上是步步为营啊。但伊朗当然也释出了非常的讯号，说反正呢，不管怎么样，誓死抵抗到底。那是之前，跟照美国的军事实力绝对是高到一定国家之上。那么而且呢，他的霸权呢，甚至他呼朋引伴的这个盟友的这个这集结地位也是比较有。因此，他如果继续的给这个伊朗一些威胁的话，伊朗当然最后还会选择你刚刚讲的所谓的善意。可是重点是善意要多善意，如果走到第3个叫 surrender， 就完全投降，我相信也不太可能。就像2战之后呢，日本呢讲不好听点，你已经这个是一个战败国，而且呢以前这么多的这个罪行，那当然你不能再有攻击武器，当然还是给你有一个保命叫做防御部队，叫 defense， 就是他们的 national guard defense 防御部队。那我的意思就是说，美国常常会用他的霸权要求他的对手说，你就给我完全的投降。可是，知道伊朗也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三脚猫的很差的国家，只是碰到你这么强权，他当然会担心，因此他会谈另外一个方案。那刚才这个您可以看到，不管媒体上讲或者刚刚思明讲的，美国要的3样东西，第一样叫做终止核子计划。这个终止这不一样 ，terminate 是完全停哦，这就是投降概念。所以呢，伊朗会抛出一个说我们暂停核计划，而且他还丢出一个我把农村送到俄国，那他有个小小保护伞，因为这2个国家实际上都是有当然美国不是就比如以一战争的时候，他们都有所谓的代理人战争，他有前线代理，有后线代理，他可以也就是他要帮这些代理人去贡献，或者呢帮后面都有可能。他是前线代理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黎巴嫩真主港也好啊，胡塞组织也门啊，或者巴勒斯坦这个哈马斯，还有呢像以前的委内瑞拉，当然像那个伊拉克等等都算。它背后还有2个核武大国，北韩、俄国。当然说不好听，还有一个中国，慢慢隐形。中国只是忍着不讲话，其实他也会释出的偶尔的提供资讯啊，这个跟这个印巴战争一样。当然，美国那一方呢，现在不是而是美国直接跟他，所以他没有所谓代理人，他当然会跟他讲说，你必须要这个停止支持中东代理人。其实我觉得这个要求呢，就是他希望怎么样呢，让这个伊朗呢不会再给这个美国未来造成他中东的一些阻碍了哈。当然，限制飞弹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个最少。你不会每次我要打你，我比你大，比你厉害，你还有时候还威胁我一下，这个川普也不爽了。好，那最后讲到他把浓缩铀送到俄国，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那有人说这是一种外交策略，我觉得这是一个保命策略了，因为他毕竟他的代理人，这个他幕后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护盘者呢，他还是觉得他们多少还是有点力量可以保护他的未来的生存，所以这是一个保命策略。那当然也就是他预留他未来的一些生存的空间。那么我最后要讲，说美伊这样我的分析说，这样的一个这个谈判，美国步步为营，他又有霸权在手，又有军事实力，又有盟友的这些力量，会不会最后这个成功呢？基本上啊，我觉得最后还是会成功的。伊朗最后还是会让步，毕竟呢，你打的就是可能美国真的
这个当然美国也会自伤，对不对？打人这个4/3也自伤，打人7分自伤3分。可重点是大家到最后都会形势比人强啊，就是说我发现你一定要做动手，我还是会一些让步。因此我觉得这个未来的成功的几率还蛮强的。但是伊朗它还是要必须我刚刚讲的，它已经无法攻击，它最少还是要保密，还是要有未来的防御的一些保命的未来的预留空间。伊朗的无人机逼近了林肯号之后呢，是直接被美军的 F-35给击落下来了。另一方面，革命卫队试图在另外一头呢强行扣押美国的油轮。中东战事现在被说是一触即发，美军能够掌握局势，避免战火全面蔓延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题我们会来关心到是在中国大陆的部分，它的一艘科考船现身在阿拉伯海，网络上现在还流出了一系列的卫星影像。在这个卫星影像当中，是以中文标示了许多美军在它的武器中东的部署。这是中国公开支援伊朗提供给他灰色的情报吗？那美军又如何反制这一场情报战呢？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接下来的要在2月份特别关心，就是2月6号，美国跟伊朗会来谈这个核谈判。而在核谈判正式的进行前，我们看到伊朗直接抛出了他愿意承诺的事情，包括暂停他的核计划。浓缩铀会送往俄罗斯，川普则是要求说3个东西你要停核、限制飞弹，这是第2个。第3个，也停止支持中东的代理人。这一场在2月6号的核谈判到底能不能成功？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美伊关系现在到了随时开战的一个边缘的临界点了。3号来自于美国军方亲自的证实了，说有一架伊朗的无人机，这一架是夏德139，在逼近阿拉伯海的时候遭到了。在阿拉伯海林肯号的航母附近的时候，立刻是被 F-35战机给击落了。另一方面，我们则是看到伊朗则是试图登上了一个他看到的悬挂美国国旗的油轮进行扣押，战事现在看起来是剑拔弩张。另一方面，中国大陆有出手相助伊朗吗？来自于南华早报的报道说，看到了大陆的科考船现身在逼近林肯号的附近。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看到这一张图。这个是网络上特别流出来的大量的来自于中国大陆卫星的高解析影像，并且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中文字，在这个中文字当中，特别是中方标示了说美国的林肯号还有美军的E-15战机跟它的爱国者飞弹部署的地点，被军事专家解读中国可能在向伊朗提供美军的动态情报。他认为这样子的手法其实类似于过去的印巴战争。那么在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伊朗的部分则是祭出它的重型的反舰导弹，这一款是阿布马赫迪，射程1000公里的弹头重达400公斤。现在根据了解，只要2枚就可以击沉前方美军9000吨的驱逐舰。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了？中国真的出手帮助伊朗吗？那如果是有帮助的话，是否提供在这上面的情报战？美军接下来会如何来做应对呢？再来就是反舰导弹，刚刚说射程高达了1000公里，代表美国在中东部署的这个林肯号航母是逼近危险的吗？干哥怎么看？当然是危险，但我们要知道，伊朗这次它无人机逼近了林肯号，这就是一个讯号。为什么？因为大家在想说，已经相安无事，你们不是已经上谈判桌吗？现在到底是要在伊斯坦堡啊，伊朗、美国的官员高阶他们都要见面啊，对不对？那现在到底是谈到什么地步？可是伊朗无人机怎么会在阿拉伯海出现？然后而且好像接近了林肯号，这事情意义很重大。不过伊朗他宣称说，这个我们是什么？我们这个是一个商用的无人机，它走在自己的航道上，根本没有逼近美国。当然讲要这样讲，但我要讲的一个重点是什么？你要知道 F-35，其实无人机到了你的头上的时候，你大概才会发现它。F-35是距离100公里。航空母舰战斗群100公里之外把它击落的，也就是说 F-35它的态势感知完全发挥作用了。你在空域里面有任何的动作，有任何的物体进来 ，F-35它被训练，它的 know how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在你身边周遭200-300公里范围之内突然出现了飞行器，它抓到了，大家就知道了。美国的技术我们还是必须要认可的，它抓到了。
他不是用眼睛看的，因为你看不见。他抓到以后，然后飞行员直接下判断这是无人机。为什么？因为它的雷达横截面要比隐形战机还要大。大家听得懂吗？无人机这么小，雷达横截面怎么会比隐形战机来得大？因为隐形战机是逆中的，你在雷达屏幕上面看的，只像一个小鸟一样。但是如果说是在那个无人机，因为无人机有螺旋桨，那个是非常不逆中的，他马上就判断这个是无人机，打。用怎么打？用 AIM-9响尾蛇飞弹打 ，AIM-9X 响尾蛇飞弹把它打下来。所以说一句实在话，我觉得美军在第一次接触上面，他就已经有逮到了。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就是说，万一不是一架的时候 ，F-35就应付不了了。这个时候，舰队防空就要启动。什么叫舰队防空？舰队防空就是神盾驱逐舰的防空系统，完全要启动，标准3型跟标准6型飞弹全部要上啊，要拦截。这个画面会不会发生？很可能在下个礼拜就会发生，就是在我们中国人过新年的时候，很可能就会发生。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讲阿布马赫迪飞弹，这个飞弹我坦白跟各位讲好，这就是中国技术的援助。为什么？它的射程1000公里，然后它弹头400公斤，这个完全是常见实型的翻版。常见实啊，我最近有拿那个轰6它身上的常见实给大家看，它就是长程巡弋飞弹，但它也有可能阿布马赫迪也有可能，它根本就是一种弹道飞弹啊。那因为弹道飞弹的技术比较复杂，我觉得不太可能会用在这种飞弹上面。但是它可以打到1000公里，那就是代表像跟我们的常见实型的飞弹是一样的道理。它能够飞这么远，然后呢，它飞这么远，它还弹头威力有400公斤。它要是一颗打到你美国航空母舰的话，是打不成的。所以这边我必须要先强调，400公斤的弹头打不成的。为什么？因为美国航空母舰总共11艘，每艘都是10万吨级的。你要2颗到3颗以上打中它，才能够把它打残啊。所以说，其实反舰飞弹它其实有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心理因素会比实际集成要来的有用。所以你就会看到说，阿布马赫迪真的是已经要他说你看2枚就可以集成驱逐舰没问题，但是你要打航空母舰没有那么简单。不过最重要的是目标或怎么获得，这里面绝对有中国技术的协助。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开战的时候，大家要小心了。如果伊朗真的能够逮到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话，中国在这后面一定出了很多力的。同样是中国的角色，特别请教苑老师怎么看？现在是说中国也有暗中提供伊朗，在情报上面提供给伊朗，老师又怎么看？对，那个刚刚提到阿布马哈迪的这个导弹的时候呢，是伊朗拿出来，大家以前的话呢说的不多，但是这个非常有可能是中国的技术援助啊，然后这个俄罗斯当然也有一些提供一些帮助啊，但是这个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分成了几个方面哈。第一个的话呢，我个人看法觉得说有中俄的联手啊，其实基本上是唱一场双簧给美国看了，啊，因为呢，他们之间的做的，大家的评估啊，就是美国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决心啊，也没有这个理由要跟伊朗之间就是开战，更不要说是地面的战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伊朗的这个存在啊，目前这个情况下，这个策略是很明显的，就是让俄罗斯先走一步啊，然后中国本身呢在暗中资助，然后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呢，要做事情呢，就是他们整体来讲啊，就是希望中东的局势啊不要有伊朗的消灭啊，因为伊朗如果消灭的话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抵抗之湖？就是说原来的话呢，就是伊朗的代理人战争，就是从一开始到从哈马斯一直到这个叙利亚到伊拉克啊，然后到了胡塞武装什么的，全部都是伊朗支持的。那这些的话呢，都陆陆续续被以色列加美国的联合作战的方式击溃，所以伊朗变成最后一个堡垒。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伊朗怎么可能没有中国跟俄国的支持？伊朗原来就是俄国的一个小老弟，俄国对伊朗的支持长期以来就是冷战中的一个重要标志。那再加上中国现在的话呢，它有3方面的理由。第一个就是伊朗的油是中国在买的。啊，那中国本身是一个能源缺乏啊，它各方面来讲，委内瑞拉也好，伊朗也好，中国都有买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的区域上，这个整个中东地区的话呢，大家可以想到，如果中东没有敢跟美国挑战的伊朗的话呢，那整个区域的话呢，就可以宣告
以色列的胜利。以色列胜利对于这个整个伊朗国家，大家知道就是什么巴林啦，什么卡达啦，或者说是这个阿联酋啦，或者说这个沙特什么，都是一种奇耻大辱，所以搞得整个欧洲地区或者说整个世界地区的穆斯林回教徒，他们就会极端的反抗，所以在这个地区上要维持势力的均衡。然后第三个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一句话哈，这个对于伊朗做某种程度的支持的话呢，美国不敢动手的话，就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中东地区就继续乱下去。请大家注意啊，就是你旁边的邻居啊，只要战争不打到你家来的话，他们乱对你来讲不是一个太大的坏事。这个当然讲这种话不道德了啊，可是实际上也是这种情况。所以大家看到说是我们基本上的话，如果说你不管，如果中国有能力不管，那俄罗斯现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他也管不住的话，那中国不适当的施出援手的话，如果伊朗真的没的话，那还得了啊！整个中东地区就是美国加以色列的，那以色列做事是非常狠的，对不对？至于说是川普提出来的条件呢，我觉得说废核跟废弹的话呢，都不太可能。因为现在的话呢，经过这一次这个俄乌之间的冲突以后，大家发觉乌克兰最大的措施就是十几年前把自己的核武器都不要了。所以任何情况，现在没有人敢惹北韩了，没有人敢惹，为什么？动不动就给你来一个，但是有浓缩又不用了，也不行，一定要有导弹。所以说前面两个，至于说代理人战争早就结束了嘛。现在伊朗呢，核设施的发展有了最新进度，加盖了它的屋顶在它的核设施上面，并且说要这个有可能，现在专家猜测要重启核设施了吗？另外一方面，美军的航母则是逼近到门口去了，还有再来就是萨德系统包围整个中东地区，俄罗斯是否有暗中撑腰呢？今天我们就中东的核阴影逼近了，一起来做关注。好，赶快来看到是就在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已经到了中东的时候，我们来看到最新的这个是来自于卫星影像曝光了。当时这两个核武设施呢，遭到美军跟以色列的轰击之后的这个核设施，包括了伊斯法罕跟纳坦兹哦。现在说呢，本来以为它已经荒废了，但是看到这个屋顶加上了一个盖子吗？一个屋顶盖，所以呢，大家就在说，是不是他正在做快速的修复？伊朗是要抢救它剩余的核材料吗？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看到美军方面则是赶快出动了，包括它的 P-8A 的海神反潜巡逻机之外，还有它的这个海神的高空无人侦察机，也频繁的出没，每天执行10到15小时长时间在这个地区做监控。伊朗说了，他不会退缩的，并且从1号开始，在荷姆兹海峡已经展开为期2天都是实弹的军演。我们来特别解读一下这个核设施为什么这个时候加上了屋顶。那美方呢？美军为什么还没有动手？是在等更明确有这样子的一个讯号，就是核设施慢慢做起来了吗？委员怎么看？我觉得舆论上很多专家也都是莫名其妙。以前说啊，伊朗被美军轰炸毫发无损，不是一堆专家这样讲吗？就毫发无损，你在抢救什么？都很好笑，逻辑上根本是矛盾的嘛。以那么样的地堡炸弹炸下去，不死也半条命。为什么？因为那个铀的提炼的离心机精准度要非常高，比我们那个什么那个高铁还要精准度还要高，还台积电还要高。为什么？因为它离心速度非常快，所以要稍有点地震的话，我们都要担心我们的那个台积电机器有没有受损。是那么重的炸弹打下去，光那个震波就会使这机器损坏。那你停顿了以后，确定我们很清楚，伊朗在这方面停工了停工只是损害程度到，但是绝对不可能没损害。那你这种东西只要一停工就没办法提炼，没办法提炼就搁在那边了嘛。那伊朗到底要搞什么？加个屋顶盖，它可能有些动作不排除是抢救剩下的核材料，看还能不能从那个什么铀的离心机里面刮出一点残余的东西出来，那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个不是这一次美国跟以色列轰炸的对象，绝对不是。那你美国这是什么海神反潜机等等来出动，其实也没有别的目的，在查清楚伊朗的防空这个还有剩下多少力量，还查清楚伊朗的革命卫队到底部署在什么地方，还有在查清楚这些包括哈梅尼在内的有将近30个教士集团的头。你们到底人在哪里？你们都用什么方式跟其他人联络？从他们的通信这个状况里面去查清楚他们人在哪里。他找这个目的是何在？这一次的美国如果出手攻打伊朗，只有一个
就是要动摇他政权。因为任何一个政权接受国外不断的轰炸，迟早就会垮的。因为他毫无反击的能力嘛。那你说他会去打荷姆兹海峡？美国说你来啊，正好。他担心是什么？因为荷姆兹海峡有一半是什么？有一半是伊朗，中间有个小岛，另外一半是阿联酋了。你打吧，现在油价那么低，上涨对美国没什么坏处啊。所以很多逻辑上我们先把它理清楚哈。那所以现在这个教士政权已经进入了满清末年。为什么是满清末年呢？因为这个教士政权基本上不是伊朗人，像哈梅尼本身是阿塞拜疆人，一票阿塞拜疆人控制伊朗的伊斯兰教，然后用伊朗的伊斯兰教来统治大多数的伊朗人，跟满清末年像不像？满族统治中国，大家都是汉族的这个德性啊。但是为了维持他的宗教政权的一个合法性，他就不断的用宗教理由想要去攻击以色列啦等等。本来伊朗是跟以色列跟西方是非常好的，那就一来了遭到打击，那他自己又经营不善又贪污。如果以习近平的这个标准的话，哈梅尼早是抓去枪毙了。他是伊朗第一号大贪官。伊朗的石油收入30%进哈梅尼口袋，4%进入革命卫队口袋，国库只进3%。贪污贪到这种公开的一个地步，所以为什么伊朗的经济不断往下滑，就是这个贪污政权。那整天拿个经典在教训老百姓，女人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女人不可以上学校，玩这个游戏啊。他已经几乎就是退化到中世纪里面那种黑暗的神棍政权了。那美国当然就说，嘿，我什么时候治不了你，我趁现在来修理你。炸一次不死没关系，再来第2次。但是美国现在还没有动手，不必急。当时在委内瑞拉一直弄，我说会打，一定会打大家说怎么那么久还没打？放心，他等到用钱收买差不多他就打。他就这个道理啊。就斩首是马杜罗，现在斩首的对象比较多，所以应该是比较真主党的模式。可是他现在最大问题是情报到底灵不灵啊？你看以色列打到真主党，知道有几个人在那边开会，啪嚓一下就一锅端了。美国有没有这个本事？你 CIA 有没有这个本事？有的话他就干了。而且再来就是他光一个航空母舰舰队不够啦，要轰炸这么多将近100个目标，你最起码什么要2个航空母舰。那川普说还有一个神秘舰队要来，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川普你不要丢脸好不好？是好，所以说首先是美国的情报到底准不准，再来就是第2个航母什么时候到达，那美军才会针对于伊朗的这个教士政权来做出手，还同时呢锁定它的核设施。那我们现在看呢，除了川普说有一个神秘的航母正在前往中东之外，还有林肯号，再来就是五角大厦也在全面的铺设它的这个防空网。我们来看到几个重点，包括第一个是萨德飞弹连，第2个爱国者系统已经全面进驻在中东的约旦地区，还有科威特、巴林、沙烏地阿拉伯跟卡达。飞弹驱逐舰现在也完成了包围式的布建，2艘在荷姆兹海峡，还有几艘呢在阿拉伯海、红海跟地中海等等。那哈米尼也首度的针对国内他说这一些示威者他们这个都是定调为政变的。那现在外界预估恐怕伊朗会有数万名的示威者被展开大规模的处决。哈米尼也对川普正式的放话了，如果你真的美国动手，会引爆全面的区域战争。怎么看美军的布局？舰长怎么看？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林肯号，它已经实际上在阿拉伯海了。那就如果说我们比照去年6月17号5月之锤行动的话，他们那个时候是有2艘航空母舰打击群的，一艘也就是尼米兹号，另外一艘是卡尔文森号。现在光靠那个林肯号一艘的确是不够的。我们从这一张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也就是其实现在这个林肯号的位置在这里。那但是呢，我们如果来比对一下东亚，其实没有其他的航空母舰打击群。但是有一个美丽大而美的这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我们上个礼拜就破案了，也就是布希号打击群。那布希号打击群呢，它要跨过大西洋过来那它会直接的进入地中海，然后在这一个以色列的这个沿岸，因为其实以色列上一次的防空飞弹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但它用航空母舰打击群呢，因为打击群的本身
它就有这一个神盾系统。那个例如说这个伯克级的这种驱逐舰，它也可以来协防这个以色列的防空。那如果说我们对照上一次的话，上一次其实声东击西，也就是所有的航空母舰集结在阿拉伯海，但是真正的打击是从那个美国本土这边，从西边来的。那这一次到底是要怎么打？那我们现在还并不知道。但是其实这一次它要除了这一个有关于400公斤的这个浓缩铀之外，另外他要把这些政治人物一次的清扫干净。因为我们如果看上一次的话，那也就是第一个福尔多的这个设施被第2次攻击，被以色列攻击。为什么？因为以色列说你美国的这一个碉堡克星没有完全的摧毁，他就再来一次。那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到美国的这一些那个国防情报局的人员说，其实上一次也没有完全的摧毁。那也就这一次呢，他最可能应对的是哪一个？是纳塔兹。那我们来看到这一个路易斯的这位教授，他长期的观测这一个有关于美国如何使用弹道飞弹，他就说之前那个攻击的纳塔兹是这个地区，可是呢，他们在靠山这里挖了一个更深的，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张更深的这一个地道。那也就是他们是不是已经从这边移到这边来了？至于说刚刚讲到有关于这一个它是不是盖屋顶啊？因为会漏水，因为如果没有屋顶的话，下雨水就进去了，所以确定其实是被打穿了。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除了在伊朗的这个核设施的进度，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还有俄罗斯的角色，俄罗斯到底会不会协助伊朗呢？因为现在最新消息是，普丁已经秘密的会晤了伊朗的最高国安官员，引发地缘政治的紧张。还有就是现在也确定，俄罗斯的米格28它的这一个武装直升机，北约代号叫做浩劫，已经确定交付给伊朗。如果真的打起来，俄罗斯的角色，老师怎么看？我觉得普丁的这一波，他的这个表态看起来他是支持用外交途径来解决哦。那我觉得这后面有他的盘算。第一个就是川普大概是这几年的美国总统里面一个对俄罗斯相对比较友善的总统，包含这个去年 NSS 里面把 rival 这个名字都从俄罗斯身上拿掉。那所以我觉得普丁在乌俄战场上可能有一些谈判，他会觉得可能还需要美国，所以他不想跟美国直接的撕破脸。那再来就是说，其实从这个地缘上面看起来，俄罗斯最近的这个军事基地是在叙利亚。那叙利亚它还要如果要去援助伊朗，它还要借到伊拉克。可是美军其实在巴林就有它的这个舰队基地，所以我觉得这两者这样相较之下，俄罗斯要去介入这场战争，坦白说它并没有太大的甜头。就是我认为它要实质用这个军队来介入的可能性不高。但是刚刚主持人讲，就是包含这个米28，这个是的确送过去了，所以俄罗斯的现在的盘算应该是提供伊朗一些基础的援助，然后军事顾问本来就在，然后再加上部分的武器的提供，但是实质的地面部队或者是要派海军过去，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应该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现在呢，伊朗的国产无人机航母，这个我们今天会特别来看的，叫做巴盖里烈士号正式的亮相了。再加上伊朗他手上握有的1000架的战略无人机上线，今天会特别来关注是革命卫队已经全面的备战了。那么美军林肯号在中东则是持续的施压，这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是，其实呢，现在林肯号已经正式的抵达中东地区了。根据川普的说法，还有另一艘航母也即将很快就会抵达中东了。那伊朗则是呢，这一回在海上也祭出了它的新的航母正式的亮相了。这个航母叫做巴盖里烈士号航母。那根据了解呢，它是由货轮所改造的这个航舰，具备滑跳起飞的甲板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哦。同时它有倾斜的这个飞行跑道。根据了解呢，内部还有一些小型的医院，甚至是健身房啊，跟体育馆等等，所以这个涵盖的面积其实是非常大的。看一下它的小档案，长度240公尺，高21公尺，最多其实可以在上面部署60架的无人机跟30具的飞弹发射架。
可以具备直升机的作战跟电战的能力。同时呢，我们也有看到刚刚提到的内部也非常的大，那可以配备的包括了地对地的巡弋飞弹之外，单独的作战平台也可以部署反舰飞弹，可以打击最远达到2000公里的一个目标。现在做了一个初步的推估，伊朗可能会想要用它的这个航母，也就是无人机航母，以自杀攻击的方式来攻击美国的林肯号航母。这个对决，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伊朗除了有拿出它的航母之外，我们看到它同时也准备了1000架的战略无人机，正式的已经编列了作战的序列里面去，成为核心的打击力量，将是靠无人机哦。外媒这边也特别点出了，现在伊朗呢，他手上还握有8架的见证者无人机，日产量甚至达到400架，而且重点来了。还有俄罗斯在当中帮助提升它的产能。刚刚说到了俄罗斯的角色，除了帮助在无人机的生产之外，还有寄出了米格29武装直升机。现在根据了解，已经现身在伊朗的境内了。那么伊朗现在也说呢，他要掌握荷姆兹海峡，也就是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2月1号到2月2号这2天。他会在荷姆兹海峡这边正式的举行实弹的军演，这个海峡将会被很快的控制住。伊朗的政府专机也从德黑兰被拍到直奔莫斯科的一个航道，是否代表说最高领袖哈米尼接下来会逃往俄罗斯呢？这样子的议题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注。那么来看到美国方面又做了什么样子的准备呢？在各个武器逐渐到位，我们看到除了林肯号抵达中东之外，自己的官员也证实了，1艘驱逐舰也到位了。美媒披露，现在川普正在评估对伊朗即将发动新的重大军事打击。那么已经在中东部署的武器，我们做一个统整，包括了10艘的军舰跟6艘的驱逐舰。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这个是国产的伊朗自己的这一个航母，真能对美军的航母造成实质威胁吗？如果说无人机蜂群真的正式的出手，接下来林肯号有没有办法防得住？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艘这个用货船改造的无人机航母如果真的是跟美国对峙来讲的话，可能撑不了30分钟就会被击沉了。那当然，伊朗我们看得出来，他一直想要所谓的这个采取一种不对称的作战这个积极用它最强项的无人机。可是我觉得你用在这个货轮改装上面，你知道我们很简单一个数据嘛，美军的这种鱼叉飞弹射程就300公里虽然说你的反舰飞弹号称可以打到200公里那么远到底可不可以，我们还是一个疑问。可是这个美军虽然说它的鱼叉飞弹300公里，可是它可以用空射型的这个如果说美军用空射型的，它舰载机这个 F-18战机带着这种空射型，那在2000公里之外击落你命中你这一艘这个无人机航母，事实上是轻而易举。另外，美军的鱼叉型也可以用潜舰来发射。那一艘航母通常来讲的话，你必须有很多，你除了攻击的武器之外，你还有自卫的武器。我们看到任何一艘军舰上面，基本上都有防空的或者反导弹的飞弹部署在船上面。那要不然最起码你近迫防御系统也要有。这个美军的是方阵快炮，那解放军的是1130快炮。那如果说这条船上面这些东西都没有，那很容易被击落。第二个来讲的话，这美军要侦获到你也是非常容易的。这个以美军现在不要说是太空卫星了，它如果说船上或者是飞机上的电子战的雷达来讲的话，要在这个波斯湾上面侦获到你这条船事实上我觉得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你很快就会被侦获到。那第三个，你这条船上面到底有没有反电子的装备？如果你连这些装备都没有，那一个这个美军，譬如说是航母上面的咆哮者战机过来的话，可能就将你所有电子系统全部干扰到。当然，我觉得伊朗这也是没办法中的没办法说想用这种办法，可是这个确实很不切实际，只是流于政治宣传为主。那目前来讲，据我了解的，到今天下午最新的一个讯息这个美国虽然说林肯号航母已经部署在这个阿曼湾的外海，就阿拉伯海波斯湾的外海，在这边应该已经在那边就位了。虽然它将 AIS 关掉，但是今天有一个 AIS 的信号雷达又开了在什么地方呢？有一艘美军的伯克级驱逐舰，现在
正通过红海这个苏伊士运河，它等于说是从这个地中海那个方向赶过去，所以美军不断的军舰在这方面增援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美军是想要川普是想要借着这个极限的军事施压，来迫伊朗来就范，来愿意上这个所谓的谈判桌，来谈所谓外交方面来做解决哈。那伊朗来讲，目前来讲也没有说是完全关掉这个大门，外交的谈判他也没有关掉这个大门。但这场仗打起来，我觉得就美军来讲，也不见得能够占到便宜。虽然说他可以将伊朗打到元气大伤，可是他如果说不能在第一时间就将伊朗这个逼他就范来讲的话，那伊朗后续的反扑，甚至后续的力道还是很大的。对美国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基地我们现在看到伊朗来讲，它的主要的武器就是导弹跟这个无人机嘛。那不管是对以色列或对美军在这个中东地区的基地，都会构成很大的威胁。所以我个人研判到最后这两个国家还是会走上这个谈判桌来做一个用外交方面来做一个解决。那真的是开战的几率，我个人研判是不高的。好，所以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正在做极限施压，所有的武器都已经集结在伊朗的周遭。那另外一方面，这个伊朗看起来情势紧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有跟俄罗斯有军事上面的合作呢？刚刚提到了说，哈米尼的专机现在有在猜测是否要往莫斯科的方向飞过去，难道他是要逃离这个伊朗吗？那同一时间，另外就是有被发现遏制的米格29现身在伊朗，这个俄罗斯的角色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是政治避风港，是战争时候的后援吗？我们也看一下米格29的战力，可以为这一场战争带来多大的助力？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哈米尼到莫斯科去它有3个意义，也是3大目的。第一个做战略移转，因为哈米尼如果留在德黑兰，留在伊朗，它是美国要去攻击的目标，就跟在委内瑞拉对马杜罗就是要去擒拿他。那现在他如果是哈米尼是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也是最高领袖，他现在到莫斯科去了，战略目标到莫斯科去了。你在这边，你对美国对德黑兰还能够有这一方面的要去狙杀哈米尼，用一个外科手术式的斩首战吗？没有啦，你的目标已经跑到莫斯科去了。在莫斯科来讲是相对安全的，这是一个战略移转，因为哈米尼在哪里都会洞见观瞻，被以色列的摩萨德的情报组织，或者是美国的 CIA 中情局掌握，那就是讲的轰炸幕，就是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很容易被掌握嘛，因为他这个想要去隐蔽，躲在哪里？躲在指挥所，躲在地下洞穴，或者躲在碉堡里面，很容易被掌握，那就是被攻击目标。那他离开了，你怎么攻击？他人不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移转到安全的处所。第二个，实施战略沟通跟战略协调，因为伊朗需要买什么武器、什么装备，所需要什么的急需，透过哈米尼直接在莫斯科直接跟他们的当局就协调了，不用再来来去去的了。这个我要买这个，这个要加强这个，这个要加强这个方面的交换，因为它是最高的，他直接在莫斯科就做了战略沟通跟战略指导，这是最快最直接的。最高领袖在这个地方嘛，很容易就可以达成他的战略沟通的这一方面的目标。我们第三个就是一个我们讲的保全战略象征，因为他毕竟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那最高领导人是安全的，安全无疑的，这个政治符号、政治图腾就保全住了嘛。对伊朗这一方面的这个指挥体来看的话，没问题，这个最高领袖是安全无疑的，大家都可以按照这个指挥体系、组织运作、这个官僚的体系继续来这边实施，没有问题啊。所以他这个是为了保全战略符号、战略图腾、战略象征，他做了这方面的努力。我认为伊朗是有备而来的，不然的话，那哈米尼在哪个地方？在伊朗，伊朗虽然大，但是问题是目标被掌握的是相对容易的。是。那我们现在看米格29，那米格29是一个战斗机，它的这个最高的速度是2.3马赫，这个最大的航程我们讲的就是1500公里。但是问题是它是老一代的。那它老一代的话，现在都已经到了数位化的这种作战模式，或者是体系化、网状化的作战系统。那它这个能够有多少的这个我们讲的抗干扰、电子反制的能力？我认为堪虞。因为再加上一个最大的致命伤，就是讲的伊朗的训练，因为它
他经过他那么穷，经过美国的这种武器禁运，还有经济制裁，他在这一方面是经过长期下来，对他军力的这种折损跟他的训练来看的话，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我们看去年2025年，这个以色列也包括美国的 B2 轰炸机对伊朗的这方面的轰炸，伊朗整个防空只管通缉系统也好，还有防空这个飞弹也好，防空火炮系统都没有发挥威力耶。那换句话说，它的系统空地整合的系统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俄罗斯也提供它的这个最新型的这米28的武装直升机，但是这是对地作战的，这个武装攻击直升机是对地作战的。那美军跟以色列如果不进入地面进入，这米28大概只能这个空中警戒跟地面运兵的这方面的一个功能了。所能够发挥是有限的，所以米格29的战机也好，或米28的武装运输直升机也好，我认为在伊朗所能够发挥的战略角色相当有限。好，不管这一场战争会不会真的发生，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在中东附近，尤其是伊朗附近的邻国，他们其实很多国家是不希望发生的，这当中也包括沙烏地阿拉伯。主要的原因是，其实他们也会担心，如果真的在伊朗境内的神权发生什么问题的话，对于后续整体的中东情势恐怕也是会更危险的。为什么会这么想？杨老师怎么看？如果伊朗发生动乱、冲突、战争，那一定会有外溢扩大的效应。你想想看，伊朗这样子个面积跟它的人口将近有9000万的这个人口，它在中东跟西亚的部分哈，就包含阿富汗这些整个区域，它是最中心的。它连接了波斯湾跟黑海，那所有的历史上的就是重要的通道以及地缘的战略这个高点都在这里。那它又是两个特殊的是，它虽然是穆斯林，但是它绝大部分是什叶派，那跟其他中东国家的穆斯林国家不一样。第二个，它种族上是波斯人，古文明，可是一直以来其实就以这个区域为主，跟其他的阿拉伯人种族上不一样。因此，它是一个完整的，就是这个民族国家啊。虽然有一些其他少数民族，当它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得到，第一个，这个军事冲突会扩大，因为它可能会针对在这个区域有其他美军基地，哦，或者是从甚至伊拉克、科威特、巴林，然后呢，卡达到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会变成他攻击的对象，所以这个军事冲突的扩大哈，当然以色列也是一个可能的目标，这第一点的这个危险。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恐怖团体，就恐怖攻击也可能会扩大，因为过去各位记得吗？从伊朗到伊拉克到黎巴嫩，然后呢到就是叙利亚哦，基本上一直连结的就是以什叶派为主的。那经过这一阵子，从伊拉克到黎巴嫩的。就是相关的派系，以及到叙利亚的这个政变，这美国跟以色列相当程度的压制了伊朗支持这边的什叶派的一些作为。可是现在如果它整个动荡的话，这个一定会相关的这些组织恐怖攻击会再起。那第三个，能源啊，你都更不要想，战争还一开打的时候，波斯湾可能就被封锁了。然后呢，伊朗自己本身的油，它如果减少供应的话，国际的油价。那甚至这个区域的能源的运输都会产生影响。那第四，我们刚刚提到，它有9000万的人口，你产生的难民的冲击也是难以想象的。它其实整个过去20年，整个中东跟西亚地区的这些冲突，从美国打阿富汗到伊拉克，全球的难民都在增加。因此我觉得这几个层面，军事攻击、恐怖攻击、能源危机以及就是难民的问题，大概都会对这个区域产生严重的影响。我觉得美国大概也会想到这方面，然后呢，这些区域的各国也会告知美国，你要警告可以，你要预防性的攻击，那是你这个尊重你的决定。可是你要采取全面性的攻击的话，其实那就可能会造成整个区域的混乱。伊朗现在内部的示威持续，大家也在看说美国会不会来救他们呢？美国是不是决定不救伊朗了？因为到现在仍然是看不到林肯号航母到达当地，而伊朗现在内部靠着各种的断网，还有电战系统跟无人机，让这个外面的世界完全看不到
完全看不太到内部的状况，代表现在科技已经站在伊朗的这一边，来对这些示威者进行镇压了吗？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美国这一次到底会不会出手呢？如果美国真的不出手，会不会等于就是让哈米尼的家族政权持续的续命呢？这个神权体制有没有可能再统治伊朗20年？如果美国不出手的话，对于整体中东的情势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大家又如何看美国在中东的政权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这是最新消息，来自于英国媒体针对于伊朗内部示威暴动所造成的冲击的最新数字统计。他说，对这一场全国性的血腥镇压，死亡人数已经高达了1.6万人，是伊朗见证47年来最残酷的一次国内的清洗行动。而大家在关心的是林肯号到底要不要来救伊朗呢？目前根据了解，原本是停在南海的这个林肯号航母的打击群是已经正式通过马六甲了，现在预估已经转向印度洋，最快可以在3到4天之内就能够逼近波斯湾了。不过呢，在林肯号要航向这个伊朗附近的时候，美国华盛顿邮报在这个时候特别开酸了。他说，川普在这一次的伊朗的危机当中是第一次感受到了美国军力的极限。就算他说呢，美国开上了这个林肯号到当地，根本不足以压制伊朗。他如果一旦做这种全面的报复行动，更不要说包括了以色列跟阿拉伯的盟友也都要川普不要去打这一场仗，所以呢，现在伊朗内部就开始怀疑美国会不会就只是光说不做呢，引爆了伊朗示威者对于美国的全面不信任。而真实案例我们也要来看到，是川普先前不是说了吗？针对这些示威者，美国会来营救他们。结果我们看到内部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这几天发生。38岁的这个伊朗示威者，他叫做希尔扎德，他是一名父亲哦。那原本他亲自参与这场抗议，就是认为说背后会有美国的箱艇。在这场示威活动中，他看到他的同伴一个个的倒下。当时伊朗的安全部队在向他开枪的时候，他甚至还相信美国很快就会到达，没有想到他最后身亡了，也没有等到美军的援助，留下了一名12岁的儿子，发生了这样悲惨的故事。其实，在伊朗有非常多的个案，我们没办法一一的报道。那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就是林肯号迟还没有开向伊朗周边，已经重挫伊朗人民对于美国的信任了吗？所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还剩下多少真实的威慑力？大使怎么看？对，其实这一次整个的这个暴动啊，伊朗政府多次对外说，他说这个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在外部策动，内部的反对派啊，那么里应外合的一次活动啊。那这个东西当然美国不会承认啊。不过川普讲的这个中间啊，大概是个今年初开始，去年底开始啊，慢慢爆发的。其实爆发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因为伊朗的这个物价、通膨跟它的汇率啊，三者都变得非常的好糟糕，那让伊朗老百姓这个生活上感觉到大不如前啊，前景也不好。所以呢，开始是从伊朗德黑兰的大市场大巴扎开始的。那个有几个商家贴了标语，然后这些一开始就从这里开始，那结束也在这里结束。因为最近有一个大陆的一个在这个伊朗的一个做学问的一个学者，他最近刚回到大陆，有人访问他那个情况，其实他的感觉是伊朗从头到尾没有失控，可是他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德黑兰地区。然后有的时候有高有低，可是以他在伊朗见到的这种群众运动来讲，规模是中等的啊。那问题就是说，伊朗这个这一次呢，不是只有在德黑兰有这个抗议事件，伊朗30几个省，一半的省份通通动起来了。那这个动起来就变成有人说，就是说这可能是有组织性的，有组织性。尤其你知道，伊朗这个靠近库德族的地区。有库德族的分离主义运动，长期跟伊朗中央政府在做对立的。那另外还有就贝鲁兹的部分，也是有贝鲁兹分离主义，那长期在跟这个伊朗中央政府做对的。那当然这些地方它本来就是有组织、有目标的一种反抗中央政府的作为，当然动乱会比较大。
那所以大概差不多有30几个省中有一半，通通有这个所谓的示威抗议事件。那可是另外一个角度看，就还有一半没有事啊。对，伊朗是有120万平方公里、9000万人的国家，所以这次事件的话，就是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是它并没有燎原。那这个过程中呢，美国一开始川普总统给予他们的资源是非常非常强的，可是是口头上的。对，可是军事行动有没有动？没有动。为什么呢？因为12月底、1月初的时候，这个事情开始的时候，川普那个喊话，西方社会对于伊朗内部的反话，对于他们的支持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包括在这个美国已经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巴勒维总统的儿子、巴勒维国王的儿子巴勒维2世，也开始积极喊话，说你们必须不要放下武器，你们要继续这样子你们才可以达到你们目的，不断的喊话。那西方媒体也帮他们一起造势那可是呢，到了1月8号，这个事情可能是比较严重的时候，这个教士政府他们就开始要断网。一断网之前，川普就说：“你们如果要开杀戒的话，我就要派军队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才派这个林肯号往这个中东方面去。可是呢，没有多久，川普就说了一句话，川普说：“他们打电话给我们了。”意思就是说，教士政权打电话来了。这个我当时觉得就是一个给自己下台阶的，也就是说情势线控制了。那些在内部再怎么样，在街头上抗争的人，你们不要怕。他们政府已经跟我们美国人直接在讲了。那一方面也是给予这些在街头上抗争的一种精神上鼓励，另外一方面的话，他也是找一个台阶下，并不是说我没有行动。我们支持你们，让你们在街头抗争，结果你们现在可能会被歼灭的时候，他总是要有一些说法嘛。那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已经怎么样跟你们的政府联系上。那可是这个事情1月8号以后。这个伊朗政府就革命卫队上街头，大肆捕人而且那个时候死伤有人说2000，有人说4000，BBC 讲的最多 ，BBC 当时讲2000人，可是美国有人权团体说大概500多一点人，那到底多少的话不知道。可是呢，川普呢就警告说，你们不能抓到枪毙的人。可是呢，到了大概十几号的时候呢，12号吧。川普又对外说，我告诉各位，大家放心，这个伊朗政府已经同意不把抓到那个800个抗议者杀掉，不杀他们了。所以川普从头到尾就说，既然如此，我就没有必要用兵了，所以就到此结束了。所以你说，如果说你今天你是跟美国跟以色列政府讲好说，我们这个时候起义举事，然后我们把这个现在的这个教士政府政权把它推翻。那你们到是时候你们来帮助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等到的话，请问你如果是参加这一次这个动乱的这些组织，或者是你会不会对美国、对以色列，如果说他们就跟这个伊朗政府讲的是他们这2个国家在幕后策动，你会不会产生很大的一种挫折跟一种失望？对，好。现在目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川普他目前都只限于口头，没有任何军事上面的行动。刚刚大使帮我们回顾了整个时间轴，所以导致了伊朗内部人民是对于川普有极度的一个不信任。那另外一方面，在伊朗内部则是持续的扩大在军事上面对于自己境内的一些限制，尤其现在断的就是网络。他们全国境内9000万人的网络现在政府是直接从8号开始直接打断，顺便呢，大家非常看好的就是美国星链神话也直接被打破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在1月8号那一天，伊朗它封锁它的网络30分钟内，竟然网络流量直接暴跌98.5%，等于是直接全国断网了，并且出动的是这个军规级的手段来干扰美国的星链卫星。CNN 说了，星链已经成为伊朗当局的封锁重点的目标，靠的是什么？来看到 CG 上。伊朗它动用了哪一些国家级的电站3连杀？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是射频再加上 GPS 的干扰，直接削弱了低轨卫星的连线，让这个讯号就变得非常的断断续续的。再来就是因为呢，星链它的经建门槛很
经济门槛很高，过去2年之内，虽然说已经送了5到10台的星链设备到伊朗，但是对于9000万人口的伊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太少了，杯水车薪啊。最后是伊朗它无人机可以去猎杀这些星链系统，因为星链设置的地方太明显了，不管是在屋顶或空旷处，伊朗政府是直接派出无人机来做巡逻，就把这些星链给这个巡逻抓到啊，所以。这个路透社也引述了这个使用者证实说，星链只能在部分地区勉强的使用，而且呢连线是很不稳定的。干哥又怎么看这一次伊朗全面断网，加上干扰卫星、出动无人机猎杀等等，电站资讯封锁，对于这一次来说，是伊朗政府能够镇压民众的一个重要配备吗？伊朗已经要动用所有的手段要把星链 Starlink 给摧毁掉。就是要让人民没有办法把画面传到外面去。其实老实讲一句，现在你们所看到的一些断断续续的画面都很珍贵。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走了几百公里才找得到可以让星链接收得到的那个地方去。为什么？因为刚刚主持人也讲了，老实讲一句，其实伊朗国内很少这样子的接收器，其实估计至少要10万台，你大概才没有办法封锁。那伊朗是动用了国家级的干扰，它这方面，除了射频加 GPS 干扰，大家就想说，其实星链靠的就是什么 GPS 所以马斯克他其实老实讲一句，你说他近地卫星有2000多颗，照理讲很难被干扰。可是今天如果说你要动用到国家级的机器的话，它还是可以把它大部分90%以上屏蔽掉。这就是现在伊朗人民没有办法被外界所得知实际上的状况，是最大的困境所在。然后再加上你知道，你这个 Starlink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说，其实所有的卫星讯号你都必须是露天的，你必须架设在屋顶上，或者必须架设在空旷的地方，那很容易，伊朗政府不是派卫队去消灭它，是派无人机去打掉它。你听起来会觉得说，技术蛮先进的哦，竟然可以用这种方式，用无人机来锁定阳台上的 Starlink 的接收器，这太厉害了。我可以告诉各位，这是中国提出的技术支援，也就是说，这些资源都是来自中国技术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非常先进，但是这应该要讲成这是军规的，这是军用的。无人机的干扰技术以及无人机的打击技术，这都源自于中国。所以说，伊朗政府为什么能有效的在几个钟头之内，它就让星链传不出去这些讯号，就代表说它真的非常厉害。不过我要讲悲惨的一点就是说，其实伊朗现在国内目前的情况真的非常严峻。我只讲一个数据就好了。2022年大家知道艾哈米就是那一位进了警察局就再也没有出来的女学生，是22岁的女学生。她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她死掉的人就有500人，被关押的人有2万人，到现在这2万人没有放出来。我想你还是要正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不管川普你到底是口惠而实不至，对，你至少要去面对伊朗的确在用神权政治。神权政权在对付自己的人民，这到底是对的吗？我想海峡两岸的朋友们都应该多关注这件事情吧。好，承接干哥刚刚帮我们提到，美国在关键时刻只说不动哦，那么代表说接下来哈米尼家族的政权会持续的续命吗？有没有可能再执政个20年？尚志哥怎么看？这次美国到底为什么不出手啊？最后其实就美国如果出手，真的能赢吗？真的能吗？那么动手真的有用吗？其实大家很多疑虑。其实大家不是说美国军力问题哦。伊朗是一个拥有核武、有8000万人的国家，它不是叙利亚2000万小猫咪啊。可是，所以一旦如果伊朗真的政权垮台乱了的话，到最后关头，核武这些东西的技术是会流到恐怖分子。所以这次我们在思考这些政治跟军力的计算里头，其实还要思考这些像核武生成的问题哦。
所以伊朗到底能不能乱？而且要知道，其实伊朗长久以来就是它是不是外力能够轻易摧折把它打破的？因为它跟所有的政治不一样。第一个，它是穆斯林；第二个，它在伊朗的政权有它所谓的这种类似由宗教维系着政治。政治的核心不是我们的民主政治或者什么选民投票、民众投票，它是宗教的信仰作为核心，它是一个大家长制。整个伊朗8000万人，你最后看这个国家哈梅尼，它其实是一个难以想象，自古以来的大家长制，到现在都没有断绝的一个独特的政治体制，所以不是我们现在在估算这种西方喊话的东西能够做的。所以，而且要知道政权的垮台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微妙的。大家以为就打没有，其实我觉得海明威有一句话在这次 BBC 的评论里头有提到，它叫做一开始是渐进的，然后要有个突发的东西。这是什么概念？其实我们在中东，在很多的政权的体制当中，它最后能够推翻政权，首先第一名能够成功的是叫做军事政变。第二个部分就是全面内战。通常要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的话，他的政权才会真的推翻。所以，但是你看这一次的抗争，虽然没有说很声势浩大，但是是商人、学生、基层来说，他们是为饥饿而战。他们不是真正的要推翻政治，而且这里头最大关键，我认为是什么？部队还是效忠的，我认为这是最大的关键。而且抗争后续无力，他跟现军，因为你要在联合国制裁2015年到现在，哈梅尼他们上层社会政权都还有钱东西吃，真正没有能力持续的就是基层啊。所以这跟其他的民主社会的抗争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几个关键因素看得出来，美国最后评估不会轻易打的原因是这些原因。